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电源盒，它应该是一个发面的控制盒。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温度传感器的接口，这个位置是湿度传感器的接口，这边是0伏和这端这个220是输入线，然后这是接地，这是温度、湿度、风机、照明，总之呢是继电器输出的控制线。那么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电路。除了上面4个螺丝，这端呢接线端子也要拿下来，然后就打开了。我们看它是2层板，下边是显示的，上边是控制的。这是一个公频变压器，我们刚才说了，这端是输入，那么这端呢是输出，有好几组电压。那么这个是34063，是一个直流转直流的芯片，这是它的电感。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7905，一个7805，输出2组电压。另外它还输出1组电压给很多芯片供电，比如这个驱动芯片，还有这个2003，还有这个光偶以及继电器，还有一个引线到了 MCU， 这个就是它的 ROM， 也就是说它存储程序的地方。这几个芯片是4558和 OP07， 这个都是运放。那么我们把它打开，拿下来是2层板，这边就是变压器的输出。我们看这个变压器因为通了380伏电，变压器烧了据用户说已经换新了，这个变压器换新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这2个引脚输入，但是呢串上灯泡之后，灯泡很亮然后说明是短路了。那么后来换成这2个引脚就好了，然后输出是正常的，变压器输出是正常的，但是后边这个电容两端短路，我们可以测量一下，也就是说有1组电压输出短路。我们看它的阻值非常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铜箔片找到这儿，然后找到里边都没发现有这个短路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呢，它这个板是双面板，设计的比较合理，然后通过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这个点，然后呢通过一个元件的引脚上来，然后通过这儿加到这个位置。加到这个位置以后呢，不要以为到这儿就完事儿了。那么它呢通过这个引脚又翻到这端，我们看又翻到这边，然后通过这边呢，然后又通过这个位置，然后加到这个位置之后还是短路的，那么又通过这个引脚又翻上来了，那么又通过这个电容的引脚又上来了是这个位置上来了以后加到了这个电阻的引脚，那么通过这个电阻的引脚又通过这个铜箔片过来。我们看这块我划开了，那么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加到了这个 MCU 的供电。那么我把它划开以后前面就不短路了，我们看这就正常了。那么说明了什么呢？然后我发现这个铜箔片我们看这个铜箔片到这个位置加到 MCU 的一个引脚，然后呢通过电容又翻到下边来，然后这个位置，那么通过这儿加到 ROM， 那么就得分析是 ROM 坏了还是 MCU 坏了，又把这个铜箔片嘎开以后呢，我们现在测量呢就是MCU 烧了，因为它加的是380，那么有可能 MCU 损坏的同时这个 ROM 也坏了。但是目前为止来测量这个 ROM 呢对地没有短路，对地没有短路不代表它没有坏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粗略的判断，我们发现它还是有这个数值的。那么粗略判断它有可能没坏，如果它没坏，我们把这个 MCU 换了那至于其他元件有坏的，我们再逐一的换掉就可以了。但是由于造价太高了，修理好呢就不一定划算了。那么我们看这边还有3个芯片，这2个是 SN74H138N， 它是由3个使能端、3个控制端控制7个输出端的芯片。这个芯片是 SN74H
245N， 这上面还有一个相同的，它是3态触发器，主要是跟 MCU 配合的。那么我们看这端是 MCU 输出的线，然后通过这儿加到这个芯片上，然后它来触发这个 LED 灯。那么这2个芯片应该是控制数码管的，同时这个按键输出的信号也是通过这个芯片来传到 MCU 的。由于我把短路的点断开了，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测量一下这个断开的点输出电压是多少伏了。我们看它是一个标准的5伏，它是通过这个变压器的引脚，然后经过二极管整流以后，通过34063以后稳压以后得到的一个5伏。那这电压还是很稳的。这端输出一个17伏，是驱动继电器的。这个位置用户换了一个7905和一个7805，这端输出 6.5 伏，这端输出这输入 11.6， 那么这端是接地，那么我们量这个 16.6， 这端是 22.7， 我们用这个地看一看 11.1， 这端是5伏，那么这边这个正常，这个有点偏高。另外我们发现这个板这个位置是5伏输入端，就是我们刚才测的那个5伏，进来以后加到这个3极管的这端，然后通过这儿有导线过来，那么加到这个位置，那么它与地之间也是短路的，我们量一下，也是短路的，那么证明这个芯片也有损坏的。那么要是换这些芯片的话，另外3极管我测量了，3极管就有个别的是好的，其他也都是坏的。那么如果都更换的话，还不能够确保修好，因为这个 ROM 万一一坏就前功尽弃了，这个 ROM 里边的程序我们也没有。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